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刘女士今年45岁，有2型糖尿病4年的病史。最近她发现身体越来越没劲，而且吃的变多，在家里自己测了一下血糖，结果出来一看，吓倒了自己，随机血糖 19.6 毫摩尔每升。刘女士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于是每天都按时吃药，前几年血糖也控制得很好，一直维持在6到8毫摩尔每升之间。自己最近也没有做什么，怎么血糖突然这么高？看到自己的血糖变化这么大，刘女士心里很是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上了什么其他的不治之症？经过门诊医师问诊，了解到病史后，综合判断，认为刘女士没有患上其他的疾病，但是血糖波动为什么这么大呢？于是再次对刘女士的饮食仔细的询问，发现最近刘女士吃花生米变多了，几乎每天必有1道花生米的菜，有的时候还有2道。加上刘女士的丈夫喜欢在喝酒时吃一点花生米，所以家里的花生更是没有断过。事情就突然的明朗起来了。门诊医师认为刘女士最近的症状和血糖波动就是由于花生进食过多引起的。于是嘱咐刘女士每天仍然要按时的按量服用降糖药，花生最好是要少吃。回家后，刘女士更是一粒花生米都没有碰。在1个星期后，身体也渐渐好转了，血糖也降下来。花生是糖尿病的导火索吗？花生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喜欢，但是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还是非常喜爱的。但是任何食物都不能过量的饮食。刘女士因为花生吃得过多，糖尿病病症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血糖开始飙升。那么是不是花生就是糖尿病的导火索呢？其实花生的最主要成分是脂肪，而且还是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加快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代谢，使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和血液的粘稠度降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但是对于糖尿病而言，那就不太一样了。花生的热量比平常的蔬菜热量要高得多，每100克花生所含的热量为313千卡，但是经过炒制加工后产生的热量可以达到了500多千卡。如果像刘女士那样吃的话，仅仅1-2天，体内的热量就会大大的增加，并且如果不能充分消耗掉这些热量，就很容易导致肥胖的发生。而肥胖又是糖尿病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对于正常人，肥胖可能会导致患上糖尿病的几率增加。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肥胖会加速病情的恶化，使各个组织器官损伤加重。但是并不意味着糖尿病患者不能吃花生，糖尿病患者依然可以吃花生，只是不要像刘女士一样过量的饮食。同时花生也不是糖尿病的导火索，只要合理的饮食即可。花生到底是伤血管还是护血管？三高人群能吃吗？美国心脏学会旗下的期刊《中风》曾经发表过一项研究，每天吃4到5颗的花生与中风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相关。研究人员对74793名素食者进行了统计分析，并进行了长达15年的随访调查。结果发现，对比平常花生数量为0的人，平均每天吃4到5颗花生的素食者，被中风、心血管疾病盯上的风险更小。具体来看，相比较不吃花生的素食者，每天吃到4到5颗花生的素食者，缺血性中风风险降低了 20%， 中风风险降低了 16%，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了 13%。 这可能是因为花生中含有一种像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等都对于心血管健康有益的物质。这些物质对于控制血糖、降低血压、改善血脂以及抑制炎症都很好啊。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饮食当中用1份的花生来代替部分的红肉，患糖尿病的风险能够降低 21%。
这是因为花生能够减缓人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特别是早上吃一些花生，能够提升饱腹感，又能够防止升糖过快。一项美国营养学教授的实验研究显示，食用花生的人比没有食用花生的人，其饭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了 32%。可见一定量的花生是具有阻止甘油三酯快速升高，从而有利于血管正常扩张，降低斑块形成的风险。所以对于代谢综合症或者是已经形成相关疾病的人群，日常可以用花生来代替部分的主食和红肉，但是量一定要控制在20克以内，不能像上文刘姐一样过量的食用花生，也不要吃炸的、糖制的，以免摄入过多的油、糖、盐。3. 若想胰岛强壮，2种食物要找忌口。1. 含糖量高的食品，在生活中有蛋糕、糖果、含糖量高的水果，大家还是少吃或者是不吃为好。因为高糖食品的摄入相对于正常的食品，会在体内产生更多的葡萄糖，血浆中的葡萄糖长期的处于高水平，不仅容易导致肥胖，还会导致胰岛的分泌调节功能紊乱，也就是失代偿的状态，不能够降低自身的血糖，加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还会使正常人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大大的增加。所以没有糖尿病的人群要少吃高糖食品，患有糖尿病的人最好是不吃高糖的食品，以免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虽然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吃纯糖食品，但是可以吃一些含糖量低的食品，比如苹果、西红柿、黄瓜、青萝卜等。而且食用的水果的时间最好在2餐之间，避免摄入过多的糖量，使血糖难以控制。2. 淀粉含量高的食品，很多人说起糖想到的就是葡萄糖、乳糖，事实上淀粉在进入人体之后也会被分解为葡萄糖，所以说食用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血糖出现异常的波动，胰岛功能受到了影响。由此可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控制糖尿病也是必不可少的。想要健康的吃花生护血管降血糖，那我们一定要记住，每天吃花生的量不要超过20克为宜，不要像刘女士一样过多的摄入某种的食物，要去了解哪些食物对于人体有害或者是有益的。只要大家保持多种营养膳食合理的搭配，改善饮食的结构，不仅仅可以增加胰岛的功能，对人们的心情和其他的脏器也是大有裨益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你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